好的，大家好，今天要带大家来搭一下虎航，体验一下好久没有搭的虎航了。今天的班次呢是从日本东京羽田机场飞到台湾桃园的班次，日期呢是2023年的1月15号星期日，时间是早上5点从东京起飞，7点55呢到台北桃园机场啊，是一个相当硬的一个时间呐。这个时间要到机场呢，要不是睡机场，不然就是睡机场的饭店，再不然呢就是半夜你要叫计程车到机场了。买这张票的日期呢是2022年的10月13号，因为是单程的回程票含选位，购票计价是以日币的28,150日元，选位费呢是2800日元，大约就是个台币6500块，很不联行的一个价格。这样。当天的羽田机场呢，也是一样，蛮多人在那边过夜的吼。如果你睡不着呢，可以顺便把羽田机场观光一下，顺便找一个好睡一点的地方。但通常会一直有人走来走去啦，拖着行李有轮子声啊，没拖行李有脚步声啊，一群人呢还会有聊天声，所以就拍困。除非你熬夜很多天啊，一坐下去马上就会睡去，或者是你是易昏迷体质，不然基本上是蛮容易被干扰的啦。而且有的手扶梯旁边明明就是一个好所在，可是手扶梯的语音呢，它就会响一整晚，以至于那个位置就是一直有语音在陪伴着你。好啦，好不容易撑到报到时间呢，虎航当天利用的柜台呢是 H 柜台报到，在起飞前2个半小时开柜。这个时候大家就会跟丧尸一样，突然从四面八方出现，一个不小心你就会排在很多人的后面哦。但是因为虎航用的是 A320，不是那么大的飞机，所以人不会很多，其实不用很久就可以报到完成。你好，麻烦注意一下您的护照，谢谢。那个不好意思，我想问一下，请问那个抹茶粉跟奶茶粉是谁带上飞机的？那粉是吧？粉霜可以带上飞机。好，谢谢。先生，我请问一下，那个托运行李里面有没有行动电源、电子打火机，然后易燃易碎物品之类的？都没有。好的，谢谢。托运行李是有2件是吗？对。好的，谢谢。お待たせしました。本日のゲート番号106番です。ボーディングタイム約15分から開始いたします。いらっしゃいませ。然后半夜又是没什么人的状态，所以安检也是一眼瞬间的事情，一下子就出关了。过来的是这个羽田机场饮水机呢，不知道是什么回事，怎么样就是不出水，因为是联航如果你不自己自备水，不然就是得在飞机上买水喝。在日本呢是可以直接接水龙头的水喝啦，但是羽田机场也是会有1-2台用漏的，像台湾那种饮水机，不是这种喷的，很难装，就找一下就会找到咯。提醒一下喜欢在机场买伴手礼的旅客们，不华梅爱羽田机场是只有贩卖机的，没有伴手礼店，没有伴手礼店，没有。时间不是很快的，在椅子上终于昏睡过去一下之后呢，虎航的飞机终于出现在登机口，看着夏季的旅客们，也想象着他们雀跃的心情，我也很想赶快再来一次日本啊。虎航的登机口呢有量大小的架子所以要不要检查应该还是看当时地形的心情如果有买伴手礼的人就不要买太疯超过了，以免在登机口被拦下来多收钱。当天我选的座位呢是 EF， 真的是腿部空间很舒服啊，而且更舒服的就是当天3个位置中间没有人。来，虎航上各种机上读物，我随便翻翻，大家应该也是很少在看啦，所以你们就随便看看。然后用美味解锁你的钱包这本呢，分成长程跟短程。东京到台北这班呢，应该算是短程，解锁起跳价的是310块台币。
后面这边呢有一些比较低价的解锁价啦，旅客们请自行参阅。时间差不多了，坐这个位置会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看着空服们关门，相当有趣的一个体验啊！玄威函开关门秀。Come on， 跟着辛苦半夜上班的地勤们挥挥手，准备起飞吧！起飞后呢，一个大回转，美丽的东京夜景就这样消失在云与雾之中了。半夜的飞机上面呢是什么都看不到的，所以坐在飞机的右边，就算有绕过富士山的旁边，也是什么都没有。我这班的空服人员也是蛮贴心的，没有怎么样在打扰大家，没有什么人点餐之后呢，问了一趟免税品后，很快就关灯让大家休息了。在几次昏睡清醒之后呢，窗外的云海趁着阳光，我不说啊，你也不知道这是早上还是下午吧。静静的，这片天空似乎只剩下我们了。当然啦，现实不是这样，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个位置有一股冷空气我们在是不是老风啊啦，睡得我的脚很冷被冷了几波之后呢，我就睡不着了。来，摆个头的高度给你们参考一下，我182公分，我朋友说我是55身啊，仅供大家参考。这趟呢，因为是早晨班机，所以我就没有买食物吃了，因为感觉都蛮重口味的。而且东京飞台湾真的2个小时左右，不太会被饿到，甚至我一次厕所都没有去上。然后降落的时候呢，因为台湾也是阴雨天气啦，所以下降遇到云层还是多少会有一些颠簸，但是飞机还是很顺利的下降在台北桃园机场。没那什么，开门秀的事。总结一下这班虎航，比起疫情前搭的虎航，除了网站抢票很塞，票价很硬之外呢，其实没有太大的差别。如果是短程航班，价格时间对得上的话，我还是会选虎航。只是疫情恢复开放国门之后呢，因为各地机场人员不足虎航一开始取消了很多班，应该是很多人中招。那我会再等等，或是选择比较大的机场飞啦，比较不会被临时取消，杀个你措手不及。以上，希望各位都有一趟安全的飞行。